4月春日垦丁与台东的山海之旅。大家好，又见面了，我是你们的导游小林。4月的台湾，春暖花开，草木葱茏，是感受山海魅力的最佳时节。今天咱们要去南台湾的垦丁和台东，这里有迷人的沙滩，奇幻的海岸线，还有浓浓的原住民文化。准备好了吗？一起展开这场山海文化冒险吧。第一站，垦丁国家公园，春天的海风轻拂。南湾的阳光与沙滩。我们的第一站是垦丁国家公园的南湾。春天的阳光刚刚好，暖暖的海风吹在脸上，简直是人间天堂。沙滩上一片金黄细沙，浪花轻轻拍打，海水蓝得像宝石，你知道吗？南湾可是许多台湾偶像剧的取景地，来这里一定要打卡拍照哦。推荐活动：浮潜探秘，带上装备潜入清澈的海水，观察热带鱼在珊瑚间穿梭，宛如走进海洋童话世界。水上活动：划香蕉船，坐滑水板，给你的旅行增添一点刺激感。船帆石与鹅銮鼻灯塔。接着我们来到垦丁的地标船帆石和鹅銮鼻灯塔。船帆石像一艘帆船停在海边，这里的日出美得让人屏息，值得早起一睹。再往南走就是鹅銮鼻灯塔，被誉为东亚之光。这座纯白灯塔矗立在蓝天碧海间，风景如画。历史故事：鹅銮鼻灯塔建于清朝同治年间，为了防止船只因海岸礁石搁浅而建，后来经过日据时期的改建，成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灯塔之一。第二站，龙盘草原与佳乐水，感受大地的自由。龙盘草原，广袤的地平线，在垦丁的东岸，有一片绵延不绝的草原，龙盘草原。这里是台湾少数保留原始风貌的地方，站在高处，海天一色尽收眼底，耳边只剩下海浪和风的声音。春天的龙盘草原，野花点缀其中，随风摇曳，像一幅大自然的油画。小知识：龙盘草原属于台湾的石灰岩地形，海浪常年侵蚀，形成了独特的地貌。这里还是观星的绝佳地点，晚上的满天星斗让人忘却尘世烦恼。佳乐水，奇艳异石的海岸画廊。佳乐水是垦丁最具特色的海岸线，这里有海蚀形成的奇岩怪石，像是天然雕塑公园。每块石头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，比如青蛙石、蜂巢石，很适合带孩子们一起来寻宝哦。文化背景：佳乐水的名字来自闽南语，意思是好水。清代时，这里是渔民的重要聚集地，靠住丰富的渔获资源维持生计。第三站，台东卑南文化公园，原住民的文化瑰宝。卑南遗址与史前文化。离开垦丁，我们驱车来到台东的卑南文化公园。这里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，距今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。卑南遗址出土了大量石棺、玉器和陶器，展示了台湾古代居民的生活样貌。这里必须仔细地说说。必看展品：石棺墓群。卑南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棺，这些石棺是由当地的板岩制成，技术精湛。墓葬形式多样，有单人墓、多人合葬墓，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宗教信仰。考古学家推测，石棺中的埋葬方式表现了对祖先的崇拜与来世的信念。玉器与饰品：卑南文化中玉器的制作技术非常发达，许多玉器上雕刻了精美的几何图案与抽象符号。这些玉器除了作为装饰物外，也具有社会身份的象征功能。特别是玉珏，一种碗饰，经常出现在石棺中，显示它的特殊意义。陶器与生活用具，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，有碗、罐、壶等，反映了当时人的日常生活状态。一些陶器上还有烧之后的彩绘图案，展示了早期的美学概念。石柱遗址：石柱遗址位于卑南文化公园核心区域，这些石柱以圆形或椭圆形分布，排列方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。考古学家在现场发现了数十根石柱，
部分已损坏或倾倒，仍有一些完整保存下来。这些石柱的大小不一，高度从1米至4米不等，直径约为30至80公分，主要由当地盛产的板岩制成，部分石柱也采用了泥灰岩材料。这些石材经过粗略的切割与打磨后形成长条形，再运至指定地点竖立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石柱的重量可达数百公斤甚至数吨。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条件下，卑南人可能使用了原始的滑轮系统或杠杆原理来搬运和竖立石柱，显示了他们卓越的劳动组织能力与智慧。这些高达数米的石柱被认为是当时宗教或祭祀场所的重要构件，可能用于举行大型的部落仪式。石柱上的刻纹和排列方式让考古学家推测，这些可能具有天文观测或时间记录的功能。某些石柱的排列方向与春分、秋分等重要节气的日出日落点相符，可能是早期人类用来观测天文、制定历法的工具。部分石柱上带有刻纹与符号，这些符号多为抽象的几何图案，有圆形、波浪纹与直线，还有一些动物图腾的形象。这些雕刻可能记录了重要的事件、传说或是宗教象征。圆形可能象征太阳或祖灵的力量，波浪纹则可能代表河流与海洋，表现了卑南人对自然的崇敬。某些石柱上发现的鹿、鸟等动物形象，可能是卑南文化中图腾崇拜的一部分。鹿尤其在当时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既是食物来源，也是精神信仰的核心。卑南遗址位于台东县台东市的南边，是台湾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，距今已有约5000年的历史。这片遗址于1945年由日本学者首次发现，真正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则是在1980年代进行的。这里出土的文物数量庞大，且种类繁多，直接改写了台湾史前时代的面貌。卑南遗址的核心区域位于现在的卑南文化公园，占地约10万平方米，是一处包含居住区、墓葬区和祭祀区的综合性遗址。这里的文物主要集中于卑南文化期，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500年。出土的文物不仅展示了当时的生活方式，也反映了他们的精神文化。卑南遗址所反映的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农耕社会，他们善于利用自然资源，建立了稳定的生活模式。卑南人以农耕为主，种植小米、粟、稻等作物，农业技术发达。他们同时也从事渔猎与采集，海岸线和河流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鱼类资源，还会采集贝类、野果等。卑南遗址显示出当时的聚落规模颇具规划性，他们的房屋多为竹木结构，搭建在高脚柱上，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。从墓葬的形式与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看，卑南文化的社会已经有了阶层分化，领袖、工匠与普通族人之间的地位可能存在明显差异。卑南文化与台湾其他史前文化相比，具备以下几个明显特色：技术的先进性，玉器与石器制作达到了台湾史前时期的巅峰，许多技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。区域的影响力，有证据显示卑南文化与邻近的菲律宾、东南亚地区有文化与物资交流的迹象，说明这里是当时台湾南部的重要枢纽。精神信仰的丰富性，石柱、石棺等遗迹表现了对祖灵的崇拜，这种文化基因在后来台湾的原住民部落中依然有所延续。卑南文化是台湾史前文明的重要里程碑，对理解台湾的远古历史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。今天，卑南文化公园不仅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基地，也是推广文化教育的重要平台，每年吸引无数游客与学者前来，让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台湾的史前魅力。小林小提醒，如果有机会来卑南文化公园，别忘了参加现场导览，他们会详细解说出土文物背后的故事，甚至还有互动活动，比如玉器制作体验和史前人类生活模拟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。2.
阿美族歌舞体验。在卑南文化公园，你还能体验到阿美族的歌舞文化。春天是阿美族重要的播种季节，他们会举行丰年祭的前奏仪式，用舞蹈和音乐感谢大自然的恩赐。参加他们的歌舞活动，记得跟住节拍，一起跳起来，感受原住民文化的热情与活力。第4站，池上乡的稻田与慢生活。池上大地艺术季。4月正是池上乡稻田返青的时候，放眼望去，翠绿稻田如诗如画。每年春天，池上都会举办大地艺术季，艺术家用稻田为画布，创作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作品，比如巨型稻田画和稻草雕塑。推荐活动：骑单车漫游稻田，欣赏台湾农村的春日美景，品尝池上便当，看看当地食材如何用心入味，吃得既饱又幸福。2. 与自然共生的科学耕作。池上的农民非常注重环境保护，采用无毒农法种植稻米，让生态与农业能够和谐共存。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还定期举办稻田教育活动，教导游客如何科学种田。山海相连，文化为伴。4月的垦丁和台东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壮丽的自然风光，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从垦丁的海风、草原到台东的原住民文化与稻田艺术，这趟旅程是不是让你深深感受到台湾的美好呢？下一期我们将前往宜兰和花莲，探索太平洋的秘境与山脉间的故事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小林等着你们哦，拜拜啦。